今天呢来 reaction 一下奇哥的所以民族志愿的你，奇哥，真的我挺期待的。好，因为今天奇哥演的怎么样？我看了剧照，先别看，我们也去现场参观了一下他那个在那个审问室的部分，演的真的很好。奇哥的对手戏也很好，对，坐进去，待会儿。危险注意李子涛 ，policeman， 警察叔叔。突然想起来好笑的事哇，我摸这个质感，这好拍。哇，这和这个字体有好大反差感。别说话，看你张队，今天下午5点半左右，我们接到丰安小区居民报案，2伙人在安广路巷口发生械斗。我们赶到现场的时候，只剩下他们4个在围着一个小男孩进行殴打。就你小弟。初步判断是以牛仔上衣者为首的小团伙，应该是他们4个谁都没跑。让你笑一下。把那个的声音单独放进来，我来说。我1.8米。3个都不行，是的。姓名：齐毅，年龄16。看，我们在现场。父母呢？会在现场。关屁事！注意你说话的态度。拽哦。鼻怎么看着总想这么拽拽。为什么打架？因为你被打走了。好玩。你把人打进了医院就是为了好玩。对，这次这个也不光是为了玩，主要还是教育教育。这个自热中还挺有意思，实在好。这次你就这么教别人做人？那也要看情况，有时候是报仇，有时候是正经。哦哟。帅。哦。别看了。这辈子没见过。哇，把人手的那个，这是正常发挥，这没拿让我做的老人忘。那玩意儿，杀人手贼棒。来吧，你才16岁，从来没拿过，实在好。谁教你的这些残暴的方式？当然，不是自哦哟。哎呦，不，抓起来了这。再来一下，不是，我想再唱一下，咱不要设置好吗？没有用的，摄像头都在这儿呢，看着。不是自己演的吗？这是一个人吗？不信真唱。今天我们接到机器人，不是。 OK，就这里。那玩意儿，杀人手贼棒。贼拉棒，贼拉风，那玩意儿啥才16岁，谁教你的这些残暴的方式？请大家不要学奇艺啊，奇艺这样做是不对的，打败了。来了。不是自哟，不得了。无师自通。张队，我们审出来。另外2人还都在。近期我们接到机器人。哎，这技能看了2大呢。哎呀，不知道。哇，16岁干这么多违法的事情。这是什么？关键是入室抢劫嘛。不是说实话，那个衣服还没穿呢。做的啥？他做一件事。不是都听到？没说话。衣服很贵啊。奇艺啊，我告诉你，你已经16岁了，属于完全负刑事责任。任何犯罪行为都要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你难道不知道打架盗窃这些是犯法的？你的监护人呢？我自己犯事，我自己的。哟，如实回答我的问题。哇。你的监护人死了？什么死了？爸死了。哪里？牢里。我爸就是我妈杀的。你满意了？我爸打了我妈手，我妈看了他手疤。好了，
无情。那天晚上，如果不是他死，那死的人就是我。那这一年都是1年多，不上学了。上学，学校巴不得我们别去，省得把别人家孩子带坏。那你经常来，没有别的家人？我妈刚进这个会儿，我总是被别人打，别人打我，我就只能跟别人拼，拼着拼着，他们反而怕我了。后来有人找我付钱去打，外面那3个，我们就是打架的人，他们跟我们情况一样，一个妈妈让我输了，一个妈妈背叛了我妻儿，最小的一个，好可爱。他们恨死我。我们几个后来凑回去过，平时一起跳舞什么的，他们就是我妻子。哦，是的。哇，给我们也加油！小雪，快点快点，以后碰到他们这种啊，离他们远一点啊。你喜欢热泪？就剧情没有剧情的剧情。这种皮孩子，都绕道了是。可是有一次过年，居然有一个奶奶给我包的饺子是韭菜鸡蛋馅儿。哎，这样戴帽子确实有点很小啊，实在。对对对，特别像小孩，超级像一个人。很像再稍微歪一点更像。而且你要知道，这些定可能成为你犯罪的借口。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过错或为承担责任。我没想下那么重的手，只是想教训一下他。是他先欺负那个女孩的。你没事吧？身上是汗还是水啊？汗。大夏天的，他跟人打架能不汗？打冬天是感觉没钱挺好。我从牢里放出来还是比他厉害。这女孩不拦你一下？还让他离我远点儿。有没可能真的一个道理活在一起？从家长、学校、警察教不是以这种以暴制暴的方式。我相信你的母亲就不想让你这样。上面写了个 U。哦，我才看到。这个那个奶奶家里有我跳，做的要个星期，真巧。我们过去帮他换一下生理指头。之后你帮我去一下。还有，别说我借口。哎，你不是喜欢跳舞吗？等你出来了，好好练。要是我的但有些人歌背的性很好，但是很好，但是我一听到对，因为是我的歌，所以我就突然间就。他6个月，他6个月。根据刑法第264条、第264条规定，6个月。
每个暴力致死的家庭背后，就有可能产生一个无人抚养的儿童。这还有花絮吧？没有，花絮应该是这是出来的。一聊出来的。是迷途知返的你，相信你有的。破坏力就用同等大小的创造力。哦，这个镜头好美。Hello，哎，现在是哦6点5点。 ，Hello 了，这在哪？转身的时候，我要做一下腋下管理。腋下管理。哇！让你下回再对着镜头这样，全给你死。是吧？这个也太美了吧！哦，这么拍的？我以为现在放了个GoPro。这么跳的？哎，说错词了，宣传。哔哩哔哩，爱奇比利，开心。让我们再看一下无师自通吧。不错呀。我已经记好了多少秒了，真的。怎么看呀？哎呀，来，就这儿，就这儿，对。是自通。对，后面。来了，来了，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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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来了。才16岁，才16岁，才61岁，谁叫他来了。哟哟，好厉害呀！哇，这7个真的太帅了。哇！谁叫你自己残暴的方法？谁叫你自己残暴的方法？再来一遍，再来一遍。才是。7个都不来了呗。再来一块，受不了。真的节目效果被拉满了。来，来吧，给你同时播。拽起来呀，7个！没有老师记不住，那有老师你还更加点数了。确实啊，帅啊，没挺帅的。以后谁让你这么干的？确实，立新你来讲一下呗，讲一下你这个故事。对啊，没有就是没他这个给我们再讲一下。讲一下奇异。啊，我先采访一下你们看完什么感受？我觉得我先说吧，你说。我觉得很感人，就是因为怎么说呢，感觉7个演的也是非常真实，然后因为我们也看过这种新闻类似的新闻，所以我觉得7个演的是非常棒，然后让我就完全的带入到了这个危险里面，对，危险里面，然后但唯一我想吐槽一下的就是那个突然间来了个 monster， 我就笑得不行了，真的，就突然间来了个，他们突然一块跳这个，然后我其实别人看不会很奇怪，但是我一看就因为是我们是几毛钱特效的这个，然后还有就看到那个他拿出来 U， 然后突然松手看到那个 U 在那晃，然后更憋得不行了，真的太搞笑了。我那个更好笑，我觉得这个首先是真实故事改编的。你演的也非常的让人能带入，主要是演得好，然后能让人带入进去，对吧？主要我觉得全剧最感人的地方主要是哪个地方？刚感就是老奶奶那个地方，另一个地方就是几个为了自己喜欢的人，然后因为那个女孩被欺负了，所以去帮她，就是收拾欺负她那个。那次好像是对，那次好像是奇异下手最重的一次。可能是7哥认为是他唯一的依赖吧。不是怎么说呢？唯一的救赎。我们什么都没有发展，你知道吗？然后其实就是那个就是路上那一段，然后就反正就是对于那个16岁的奇艺来说，就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情愫吧，然后就感觉在心里发芽了一样的那种感觉。但是其实本身这个，也就是说最早的剧本它写的更多，但是关键就是现在给大家看到的整体呈现出来的，其实就是这个故事线没有那么厚去描写的那么饱满。简单来说就是能播的，能就是能看得懂的，
对对对。就是比如说那个女孩走过的时候，几个其实那个看了一眼看她的眼神，其实我觉得就是有那种代表着一些对比较你俩对视的那个喜欢地方。然后还有，我就觉得其实那点巨 man 呀，是吧？巨没事吧？哦，我很喜欢的一个镜头是那个，就是那个，就那个和那个姑娘那点儿的时候，你没事吧？浑身的汗一起，当时的时候，很帅。 OK，够采访散发了光芒。期待有一天和你对戏。哇，这是给几个最大的 respect，最大的尊重，最大的公平公平公平。就我这影第一情商，第一情商，喜哥演的真好，高情商，期待与你对戏。哇，歌曲打开。无形中已经抬高了自己数倍了。你就是影帝了。他可能说我情商低。歌曲金，你才反应过来。早就其实可以去高情商齐根演的金马奖。低情商早就对戏喽。说明你很行，好。同时抬高自己。反正我是觉得，先说这个背景，这个背景是比较，迷途知返怎么说，让大家觉得挺揪心的。因为在这样的背景下长大，其实他童年并不好。完整。对，我觉得是一个快乐童年才是一个正常人，就是包括他长大以后心理会有问题的最大的因素。所以童年过得不好的话，我觉得跟他毁了这个人的一生没有什么区别。所以我觉得就是怎么说，有很多现在成年人说，小孩儿你有什么压力，你有什么就是一堆事情。对你有什么可考虑的，你好好上学就其实不是。我觉得过好一个童年的话，就是对以后有对很大的帮助。成长有很大的帮助。然后我觉得你演戏很棒，应该是。然后怎么说，我也是比较喜欢这一类比较叛逆的这个少年，我比较喜欢。然后我以后也想尝试一下，就是来多看一下老师的作品。多多鉴赏一下吧，以后对你这个演员生涯是有很大作用的。Oh my god！其实这个迷途知返其实还是蛮有触动的吧，也就是哪儿触动？就是触动了刚开始的时候，因为体现他这个五官很硬朗，再加上这个故事背景，他真的就是把奇异这个角色诠释得很好，然后就会让人看的时候觉得他把自己带到奇异这个角色，因为人在童年的时候或多或少都会遇到一些不公平和觉得自己在这个年纪不能理解的事情，所以说都会把自己带入到这个角色里，因为就像刚刚龙龙说的。龙龙说的也是希望，就是大家都会有一个开心快乐的童年，但并不是说每一个人的童年都会是开心快乐的。我觉得这是现在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那你的童年开心快乐？我的童年都是陪着你们度过的，你们开心快乐，我就开心快乐。我好难过啊！哎呀，咱致命了，咱说香，那是关于故事你的见解，是吧？那关于我呢？关于你，其实你太多了，你要我一点一点挑的话，我得挑到明天早上。好，那咱没有，是我挑一个点，说实话。行。其实说实话，我觉得还是台词不好，倒也不是台词不好，就是台词有点硬。那你跟导演说。哎，不是，这齐哥说出去的话，你没必要怪导演，你这都要喷导演。其实也不是台词有点硬吧，因为就是其实他这个角色本来就带着很强的这种共感，会让你去尝试去把自己投到他奇异的身上。但是有些时候李子柒那个调调啊，就有那么一丝的有一点没有那么拿捏。其实我觉得忽然有那么一点跳。我觉得因为我们经常听齐哥说话，所以我觉得是这样。其实我以一个路人的视角感觉的话，其实还是没有理解。特别是但是那个部分，还敢不敢啊？对，他平时吼的时候是什么样，我们都听过。这时候他吼的时候是什么样，我们是最清楚不过的。是的。所以就会有点尴尬，就尴尬的不是交际板了，真的。就是那种感觉。对，齐哥其实不是这么坏的。还有待。但还是很棒，很牛的。然后该我说说。期待你和我。所以不得先感谢一下吗？我感谢各5位老师给我的这个评价。谁要感谢这个，我们不需要感谢。然后还有感谢导演，然后。对，然后感谢各位工作人员，还有各位跟我对戏的演员老师，然后就是大家对我这部微电影的这个鼎力支持，然后你们是做不到现在这个比较完美的地步的鼓掌。OK，现在我来说一下这个片子我的见解啊。
就是当我第一次拿到这个本的时候，它的内容是较为更丰富一点的，但是因为我们这个篇幅有限，然后他后来又做了一些改动，删减就是对做了一些删减，在一些不算是很重要的 part， 他去做了一些调整。是，但是我觉得现在出来的效果也非常不错。这是剧本上我觉得他描述的点，他非常的清楚，他就是给大家反映一个很现实的这样一个事情。是的。人在童年的时候，就是说会经历一些不一样的事情嘛。然后奇艺他就是，经历了非常不美好的这么一个童年，他的亲人是这样的一个状况，然后就是有家暴这样的情况出现，然后最后也是走到了一个非常不可控的地步，也是奇艺怎么说呢，是个好孩子，他内心很善良，因为当我跟这个角色相处下来的时候，我觉得他有一点像洋葱，或者说像栗子一样，就是要把它的外壳剥开，然后你再去品尝到它的美。洋葱品尝到美吗？跟辣子一样。对，因为它是外壳是坚硬的，内心是软而细腻的。然后所以说这个角色就像一个很美味的佳肴一样，我觉得你需要品尝它。它可能你看它的时候，你的心情还有你的遭遇情绪和你曾经的过往，还有你对未来的向往，可能对这部就是你在看它的时候都会不一样。就是你看它的时候的感觉或多或少。我觉得你这个比喻的非常好。还有什么呢？就是当我在看这个的时候，我个人首先我非常跳戏，因为我觉得自己看自己多少有点这种尴尬的感，因为再包括这是我第一次演的，这算是我的处女作，然后看这个也是非常忐忑的，因为我很担心它拍出来的效果，对，确实会有这种担心。对，而且发现这个电影它是有演员，然后还有后期这些多方面来制作成的，然后它最后呈现给大家的无非就是台词，然后背景音乐、视觉效果、视觉呈现、故事线路，然后还有就是对视觉呈现。你就差把主演的美貌说上去。哎呀，当然了，还有台词啊，台词是第一个说的台词。就是整体给它呈现出来的效果，包括它那个在审问的时候音乐的推进是非常的。就是那个带动点是一个点，转折点。然后我觉得希望大家可以喜欢我这次的作品，多支持哥几个后面的作品。然后因为他们的作品都比我还要优秀。哇！怎么能跟齐哥比啊？毕竟跟我弟比呢，我怎么敢的呀？毕竟他们都是看完我现场演的，然后后面会演的比较好。我觉得我们6个人都是6种不同的风格。对。所以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美，对吧？每个人的角色都有每个人的特别吸引人的点。我觉得齐哥这个非常的真实，会令人非常共情。其他的也有其他人的特点。对，戴尔说我们不细说。我不能剧透。其实说实话，因为琪琪他这个真的是也算是有真实案例当做背景，发生过这种事情，还有包括那种。很小就没有见过父母去外地打工的孩子，跟着爷爷奶奶，或多或少心里都会是产生一些轻一点的，可能就是抑郁症，再往严重的话就是会比较暴虐，整个人就可能就会比较内向，然后也不想跟别人交流那种，是吗？其实我觉得这个迷途知返，它所谓的迷途知返，其实它是因为大家可以看这个奇异这个名字，它是什么意思？奇异就是那个奇异果的奇异。不是有歧义，是争议歧义。你不要看它现在叫什么，你要看你剥开它里面还有一层叫什么？奇异，它里边还有奇异，外边叫奇异，里边有李子豪，因为就是那个歧路的，你知道歧路吗？走上歧途，歧途的歧，然后意义的意，一个有歧义、有争论的这么一个人物，然后就是把他这一个性格也放到明面上告诉你了，这个人叫奇异。然后我觉得这部作品最后还是要向大家传达的，就是说，以后就是如果你成家了，然后就是不要那么偏激，因为成年人了，大家都需要做一些正确的选择。是迷途知返的你，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喜欢，然后明白它其中的意义，然后希望这部作品出来是给大家有影响的。
然后反馈了这种社会真实的情况，这是我们所有人也想传给大家的这么一种信息，希望大家可以接收到。确实，接收到了，辛苦了。3、2、1，无师自通。来，龙你要放吗？听说什么无师自通？无师自通。结束。我都尴尬。